今天我们来聊聊每天一杯咖啡是养生还是服毒这个问题，困惑了无数咖啡爱好者。其实咖啡提神的效果自古就有传说，在埃塞俄比亚流传着一个故事。大约西元9世纪，一位名叫卡尔迪的牧羊人发现他的山羊吃了一种红色的浆果后变得异常兴奋，整晚不睡。他好奇地试吃了几颗，结果自己也感到精神抖擞，疲惫尽消。这个浆果就是咖啡豆，人类从此发现了咖啡的秘密。后来阿拉伯僧侣用咖啡熬夜祈祷，奥斯曼土耳其人将咖啡文化发扬光大，咖啡逐渐风靡全球，成为当今世界上消费最广泛的饮料之一。清晨醒来，许多人都要先闻到咖啡香才能开始一天，甚至笑称咖啡是续命神器。但另一方面，网络和朋友圈中又充斥着警告，咖啡会伤骨头、伤心脏，长期喝等于慢性自杀。到底哪种说法才是真的？咖啡究竟是保健的良方，还是在慢慢侵蚀我们健康的毒药？让我们深入探讨这杯人手不离的咖啡，挖掘隐藏在香醇背后的真相。历史上其实早有人对咖啡是药是毒展开论战。18世纪瑞典的国王古斯塔夫3世就深信咖啡有毒，据说他下令用2名死囚做实验，让其中一人每天喝3壶咖啡，另一人每天喝3壶茶，想观察谁会更早死去。荒诞的是，这2名死囚后来都长寿地活了很多年，反而古斯塔夫3世自己先在政变中被刺杀，寿命还不及他用来做实验的犯人。这场咖啡有毒实验成了趣闻，也让人怀疑咖啡是否真像传言般可怕。时至今日，虽然我们不再用这种残酷方法来验证，但咖啡究竟伤不伤身，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现在我们终于可以透过科学研究来寻找答案。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咖啡带来的许多益处。越来越多研究发现，适量饮用咖啡对身体有意想不到的好处。一是提神醒脑，提升专注力，这也是咖啡最为人知的功效。当我们疲劳时，体内会累积腺苷，让大脑感到倦怠，而咖啡因会与腺苷受体结合，阻断疲劳信号的传递。结果就是喝完咖啡后，瞌睡虫被赶跑，精神振奋，工作学习效率提高。很多上班族和学生都靠咖啡提神度过难关。二是降低某些疾病风险。科学界曾对咖啡又爱又怕，过去担心咖啡含有丙烯酰胺等物质致癌。然而在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将咖啡列为可能致癌物。经过多年研究后，又在2016年正式宣布，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咖啡致癌，反而发现咖啡可能预防某些癌症。例如，适量咖啡与较低的肝癌、乳癌、子宫内膜癌风险相关。此外，咖啡对肝脏特别友好，长期喝咖啡的人罹患肝硬化、脂肪肝的几率较低，甚至有人称咖啡是保肝饮料。许多肝炎或肝硬化患者在医师建议下，每天喝2杯黑咖啡来护肝。第三，咖啡有助于降低第2型糖尿病和帕金森氏症等慢性疾病风险。喝纯黑咖啡的人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几率比不喝咖啡的人低。此外，适度咖啡摄取还可能减少忧郁症、帕金森氏症的发生。另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经常喝咖啡的人罹患帕金森氏症的风险也比不喝的人低2到3成。咖啡因可能对脑神经具有保护作用。一些大型追踪研究甚至发现，每天饮用咖啡的族群，整体死亡率比不喝的人稍低，显示咖啡在某种程度上有长寿效应。2015年，哈佛大学发表的一项涉及数十万人的研究指出，每天喝3至5杯咖啡的人，因心血管疾病、神经退化疾病等原因导致的早逝风险明显低于不喝咖啡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咖啡之所以有上述功效，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富含的生物活性物质。咖啡豆中除了咖啡因，还含有大量多酚类抗氧化剂，如绿原酸和微量营养素。这些抗氧化成分能减少体内发炎反应，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并改善葡萄糖代谢。因此，适量喝咖啡等于给身体补充了抗氧化剂，长期下来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有益。由此看来，咖啡并非洪水猛兽，适度饮用能带来不少健康益处。
难怪有人把每天喝咖啡当成养生习惯。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单纯。如果喝法不对，咖啡也可能变成慢性毒药，暗中侵蚀你的骨骼和心脏。医生就警告过，有3种常见的喝咖啡方式，其实是在掏空你的骨头和心脏。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是哪3种错误的咖啡喝法，可能让原本有益的咖啡变成伤身的利刃。您是不是也是这样？醒来一杯咖啡，不喝不行，到了办公室再来一杯下午茶，也要咖啡续命，甚至晚上加班还要靠咖啡撑着。如果是，那就要小心了。第一种错误喝法，咖啡当水喝，过量摄取，适量咖啡有益，但过犹不及。如果你从早到晚杯不离手，把咖啡当白开水喝，小心正在给自己的心脏和骨头埋下隐患。咖啡因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少量能提神，但摄入过多会让神经过度紧绷，引发心悸、血压飙高、手抖冒汗等症状。有的人每天喝7、8杯以上，长期下来可能出现高血压、心律不整等问题。历史上也有因贪杯咖啡而付出代价的名人例子。19世纪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据传每天狂饮数十杯浓咖啡，以维持高产的写作状态，这导致他经常心跳剧烈，夜不能眠，最终在51岁时因心脏衰竭过世。巴尔扎克的故事正好说明了过量咖啡对心脏的巨大负担，令人警醒。医学研究显示，咖啡对心血管的影响呈现一条阶形曲线，不喝或喝太多都不好，适量1到3杯最理想。每天超过5杯后，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反而升高。有心脏科医师分析，在欧洲一些地区，当地人喜欢浓煮咖啡，摄取的咖啡因剂量偏高，因此研究发现，他们超过4杯以上就对心血管明显不利。而即使在其他地区，过量咖啡因也会让心脏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2006年就有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医学会期刊的研究指出，长期高剂量咖啡因摄取者出现心悸与心律不整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人，这说明过量咖啡正在损害你的心脏健康。不止伤心，过量咖啡也会伤骨。咖啡因有利尿作用，大量饮用会加速钙质随尿液流失。如果不节制喝咖啡，又没有额外补充钙质，长期下来，骨骼中的钙质储备会越来越少，骨头就像被咖啡洗得空空的，变得脆弱易折。特别是中老年女性，本来就容易骨质疏松，若每天还过量喝咖啡，无疑是雪上加霜。想想看，您是否曾经为了减肥或节省时间，干脆不吃早餐，只喝咖啡，或者早上起床胃里空空，就先灌下一杯浓缩咖啡？这种喝法其实对身体非常不友善。第二种错误喝法，空腹喝咖啡，以咖啡代餐。许多人早上图方便，不吃早餐，只喝一杯黑咖啡就出门，长此以往，对胃、心脏和骨骼都不好。空腹时喝下咖啡，咖啡因吸收更快，对交感神经的刺激更强烈，容易出现心跳加速、头晕、心悸的感觉。有些人早晨没吃东西就猛灌浓咖啡，反而觉得胃部灼热、心神不宁，就是因为空腹时咖啡因刺激过猛，让身体发出警报。更严重的是，以咖啡代餐会造成营养摄取不足，早餐不吃，身体得不到钙、蛋白质等重要营养，骨骼得不到建材补充，而咖啡因却在持续促进钙质流失，这相当于一边拆房子却不进材料。久而久之，骨密度下降，容易提早发生骨质疏松。一则2017年的新闻报道就很震撼，台湾有位30岁女性，年纪轻轻，每天早上只喝黑咖啡当早餐，一天4杯咖啡下肚，结果骨质疏松的程度竟如同70、80岁老人。医生检查发现，她长期营养不足，又大量摄取咖啡因，导致骨头中的钙质被耗尽，密度大幅降低。这个真实案例给爱以咖啡当饭吃的人敲响了警钟。此外，空腹喝咖啡还可能导致血糖失衡，因为没有食物提供能量，咖啡因却促使肝脏释放更多储备的肝糖，使血糖短暂升高又很快掉下，造成一整天血糖水平的大起大落，对代谢相当不利。第三种错误喝法，添加过多糖分奶精或与不良习惯混搭。咖啡本身热量极低，但现实中许多人喝的咖啡早已不是单纯的咖啡，而是加了大量糖、
奶油、香料的甜点饮料。如果你习惯在咖啡里加30糖2份奶精，又或者每天下午来一杯鲜奶油盖顶的焦糖拿铁，那么你的咖啡恐怕正变成伤害健康的甜蜜毒药。一杯大杯的连锁咖啡拿铁可能含有300大卡以上热量，糖含量相当于10几匙白砂糖。经常饮用这类高糖高脂的花式咖啡，血糖和血脂都会升高，增加肥胖和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而肥胖和糖尿病又是动脉硬化、心脏病的主因之一，所以长期喝甜咖啡，心脏很可能因此受累。再说奶精，很多3合1即溶咖啡方便好喝，但里头的植脂末、奶精其实含有反式脂肪酸和磷酸盐等添加物。反式脂肪会提高坏胆固醇，降低好胆固醇，加速血管硬化。过多磷酸盐则可能干扰钙质代谢，不利骨骼健康。天天喝3合1，把大量反式脂肪吃下肚。除了添加物，不少人喝咖啡还爱配根烟，或在酒后来杯黑咖啡醒酒，这些组合更是凶险。咖啡配香烟，尼古丁和咖啡因双重刺激心脏，加倍缩血管，升高血压，心肌梗塞和中风风险都大增。同时，抽烟本身也会加速骨质流失，一边抽烟一边喝咖啡，骨头恐怕提早输掉。至于以咖啡醒酒的做法就更不可取了，酒精含咖啡都会利尿脱水，两者叠加使身体更加缺水，心跳加速，血压波动，对心脏压力极大。一些心脏科医师提醒，饮酒后大量喝浓咖啡可能诱发心律不整，甚至猝死，所以咖啡千万不要与香烟、酒精等一起混搭，避免对身体造成多重打击。总的来说，上面提到的3种坏习惯正是把咖啡变毒药的罪魁祸首，它们长期作用下就会引出咖啡的4大夺命陷阱。所谓陷阱，是指那些不易被察觉的危害，一旦陷入却可能酿成大祸。现在我们就逐一揭露藏在咖啡里的4个健康陷阱。陷阱1，骨质流失，骨骼悄悄被掏空。正如前文提到的，咖啡因会加速钙从骨头中流失，其机制在于咖啡因能刺激我们体内的破骨细胞，又称噬骨细胞活性。这种细胞会分解骨骼组织，释放出骨头里的钙质到血液中。同时，咖啡因还会减少肠道对钙的吸收，增加肾脏对钙的排出。简单来说，就是喝咖啡太多会偷钙。如果一个人本身钙摄取就不足，长期大量喝咖啡，骨头里的钙就像存款一样被一点点提走而没存回去，最后存款见底，骨质变得松散脆弱。台湾卫生单位统计，65岁以上长者中，每7人就有1人罹患骨质疏松。许多人的骨质问题其实源自年轻时期骨本没有存够，又过度摄取咖啡因等导致钙流失，等到中年才发现时已经后悔莫及。如果年轻时透支骨本，老了就可能面临惨痛代价。根据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的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咖啡因摄取最好控制在300毫克以内，约相当于3杯一般咖啡。这个量通常不会对骨骼造成明显损害，但若超过这个量，而且饮食中钙质不足，就会显著增加骨质疏松风险。前面提到的研究也发现，当日钙摄取超过700毫克时，咖啡摄取与骨质疏松风险之间就看不出相关了。因此，爱喝咖啡的人要特别注意补钙。牛奶是最简单的钙来源，在咖啡中加一点牛奶就是不错的选择。这不仅提供钙质，牛奶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D 也有助于骨骼健康。美国的一项文献曾指出，在咖啡里加奶可以抵消咖啡导致的钙流失，所以与其喝纯黑咖啡，不妨改成拿铁，在享受咖啡提神的同时，顺便保护骨头。陷阱2，心血管隐患，心脏承受沉重压力。喝下咖啡后，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对许多健康人来说只是短暂的生理反应，但对某些心血管有问题的人而言，这可能是一剂危险信号。咖啡因会刺激交感神经，使血管收缩，心输出量增加，从而令血压上升，心跳变快。如果本身有高血压、冠心病或心律不整等问题，猛喝咖啡可能诱发胸闷、心悸，甚至引起心绞痛或心跳失常。医师们常常提醒，心脏病患和高血压患者应该限制咖啡因摄取。有心律不整、
例如心房颤动、病史的人更要戒慎恐惧，因为咖啡因可能成为诱发心律紊乱的导火线。另外，咖啡因的代谢速度因人而异，有的人对咖啡因特别敏感，喝半杯就开始心跳乱、焦躁不安，但也有人喝完照样呼呼大睡。对于前一类敏感体质的人来说，咖啡的心脏负担陷阱尤其值得警惕。这类人若勉强喝很多咖啡，出现严重心悸、头晕、甚或昏厥的可能性都比一般人高。更可怕的是，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咖啡因陷阱会立即威胁生命。比如有人为了熬夜狂喝能量饮料，再加上几杯浓咖啡，短时间摄入过量咖啡因，可能引发致命的心律失常。过去国外就有青少年参加运动比赛前喝下大量高咖啡因饮料，结果心脏骤停不幸猝死的案例。所以切勿拿咖啡因当成无害的兴奋剂来滥用。需要强调的是，咖啡对心血管也并非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许多研究指出，长期适量喝咖啡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反而略低于不喝的人，可能是咖啡中抗氧化物质对血管有益。然而，这种保护作用只存在于低到中等摄取量，一旦超过安全剂量，保护效应就会被危害所取代。英国生物银行的一项分析发现，每天2至3杯咖啡者，心血管最健康，但一旦超过6杯，动脉硬化和心衰风险开始攀升。还有调查指出，错误的咖啡饮用方式会让中风风险大幅增加。曾有统计显示，长期饮用高糖高咖啡因饮料的人，中风几率比一般人高出约2%。这些数据无不在告诫我们，咖啡虽好，可不要贪杯，更不要乱喝。陷阱3，干扰睡眠，损害大脑与内分泌。咖啡因的提神效果虽好，但若摄取时间不对，可能严重破坏睡眠，进而引发一连串健康问题。咖啡因在体内的半衰期约为5到7小时，也就是说，喝下一杯咖啡后，过了6小时，还有一半的咖啡因留在体内发挥作用。如果下午甚至晚上还大量喝咖啡，夜晚血液中残留的咖啡因会让人难以入睡或睡眠变浅，一晚不好眠，隔天只能再靠更多咖啡撑着，形成恶性循环。长期的睡眠不足对心脏和大脑都是重大打击。睡觉时是心脏休养生息的时刻，如果长期睡不够，交感神经过度活跃，血压持续偏高，心肌得不到充分放松，久而久之容易导致心脏肥厚、心律不整等问题。对大脑来说，睡眠是清除代谢废物、修复脑细胞的关键时间。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会妨碍大脑清除一种名为贝塔类淀粉样蛋白的物质，这种物质堆积与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发生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熬夜不睡觉等于加速在大脑里累积失智因子。因此，若因为喝咖啡过晚导致慢性失眠，大脑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也可能提高。尤其中老年人更要注意这个陷阱。有时退休长者下午没精神，喜欢傍晚喝杯咖啡提提神，结果晚上睡不着，久而久之可能加速认知功能退化。医师建议，一般人最好在下午2点甚至中午过后就避免再摄取咖啡因，这样能确保夜晚有良好睡眠，让心脏、大脑都获得休息。千万别拿咖啡因当续命仙丹，每天熬夜配咖啡，否则表面上精神了，身体却在悄悄垮掉。另外，有研究指出，人体在代谢咖啡因的过程中会消耗维生素 B 群等营养素。如果一个人饮食中 B 族维生素摄取不足，又大量喝咖啡，可能出现口角炎、倦怠、手脚刺麻等轻微的维生素 B 缺乏症状。因此，重度咖啡爱好者更应注意营养均衡，必要时补充综合维他命，避免因咖啡而加剧微量营养素的流失。陷阱4，隐形热量，诱发肥胖和代谢疾病。不少人听说咖啡对健康有益时，忘了区分什么都不加的纯咖啡和高热量的花式咖啡，后者藏着的糖分和脂肪对健康的危害不亚于含糖饮料和垃圾食物。如果每天一杯含奶油和糖浆的拿铁或摩卡，几乎等同每天多吃一份甜点。长期下来，体重增加、脂肪肝、血脂异常等问题就找上门来了。举个例子，一杯中杯的焦糖玛奇朵约含有50克糖，超过10匙白砂糖的量。
如此高的糖摄取会使胰岛素反复大量分泌，久而久之可能导致胰岛素阻抗和第二型糖尿病，而糖尿病又会严重损害血管健康，诱发冠心病、中风、肾衰竭等并发症。再看脂肪，一杯加鲜奶油和全脂牛奶的特大杯拿铁，饱和脂肪含量可能高达10多克，相当于吃下2根油条。饱和脂肪摄取过多会提高血中胆固醇水平，加剧动脉硬化进程。难怪有营养专家戏称，很多人喝的不是咖啡，是奶茶和糖水。这样的咖啡对健康毫无益处，甚至因为糖含脂肪含量爆表，变成伤害健康的帮凶。另一方面，有些号称零卡的商业咖啡饮品，虽没糖，但加了大量人工甜味剂和奶精。人工甜味剂可能扰乱肠道菌丛和食欲调节，而奶精的反式脂肪正如前述会危害心血管。一杯看似纯纯的拿铁咖啡，如果颜色乳白、香气浓郁，很可能加了大量植脂末，长期喝下去对心脏和骨骼都非常不利。咖啡还会妨碍某些矿物质的吸收，比如咖啡中的多酚会影响膳食铁的吸收，如果餐后立刻喝咖啡，铁质吸收率会下降许多，长期可能导致缺铁性贫血。女性和素食者尤其要注意这点，最好在饭后至少1小时再饮用咖啡，以免干扰营养吸收。归根究底，咖啡真正健康的喝法是少糖少脂，甚至不加任何多余成分。隐形热量陷阱提醒我们，不要一边嘴上说着咖啡抗氧化护心，又一边手捧一大杯含糖拿铁，那样只是在自欺欺人，把养生咖啡喝成了治病咖啡。此外，喝咖啡的温度也可能暗藏陷阱。世界卫生组织在2016年指出，饮用超过65度的极热饮品属于第2A 类致癌物。长期喝滚烫的咖啡可能会伤害食道黏膜，增加食道癌风险。因此，泡好的咖啡别急着烫喉咙，稍微放温至适口再喝，既能品尝风味又保障安全。看完以上分析，你可能会问，那到底该怎么喝咖啡才能趋利避害，真正达到养生而不是服毒呢？以下是专家和医师们给出的几点建议。控制咖啡因摄取量，一般健康成人建议每天咖啡因不要超过300到400毫克，约相当于2至3杯咖啡。最佳的保健剂量可能是一日1到2杯，这样既能享受咖啡带来的提神和慢病风险，降低效益，又避免过量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千万别因为贪图一时清醒就狂灌咖啡。以咖啡因含量来说，一般240毫升一杯中杯美式黑咖啡约含100到150毫克咖啡因。一杯拿铁因为加了牛奶稀释，咖啡因略低，约75到100毫克。一罐典型的能量饮料约含80毫克咖啡因，红茶、绿茶每杯也有约30到50毫克咖啡因，可乐则约30毫克。所以若一天中除了咖啡还喝茶、可乐等，也要把它们的咖啡因算在内，一并控管。补充足够钙质，每天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更要注意骨骼健康。除了均衡饮食摄取钙质外，可以考虑每天喝一杯牛奶或优酪乳，或者直接把牛奶加进咖啡变拿铁。一方面补钙，另一方面乳制品中的蛋白质、镁和维生素 D 都有助于强化骨骼。搭配适度的户外活动，晒太阳制造维生素 D 和阻力运动，可以抵消咖啡对骨密度的潜在影响。减糖减脂，尽量喝纯咖啡或只加极少量的糖和奶，培养喝原味咖啡的习惯，才能真正获得咖啡的益处而非热量。若真的受不了咖啡苦味，可以加入适量代糖、少量蜂蜜，或选择肉桂粉等天然调味增添风味，避免使用奶精和过量鲜奶油。想要奶香就用少许鲜奶代替，避免睡前喝，下午以后尽量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尤其晚餐过后更应忌口。给自己设定一个咖啡门禁，比如每日中午12点或下午2点之后不再喝咖啡，让咖啡因有足够时间代谢，不干扰夜间睡眠。如果真想在晚上品尝咖啡香，可以选择低咖啡因或无咖啡因咖啡来替代，虽然仍含有少量咖啡因，通常为一般咖啡的 5% 以下，但对睡眠影响会小得多。适度补充水分，咖啡具有利尿作用，喝完后容易使身体流失一些水分，因此每喝一杯咖啡，不妨搭配喝一大杯温开水或茶水，
帮助身体补充水分。保持充足的水分有助于咖啡因的代谢，减轻肾脏负担，也能预防因脱水导致的疲劳感。记住，咖啡不能替代白开水，该喝水的时候还是得喝水。留意自身状况，每个人体质不同，对咖啡的耐受度也不同。如果你发现每次喝咖啡都心悸难受，肠胃不适，那就说明你的身体可能不太欢迎咖啡因，应该酌情减量或寻求替代品，比如茶类。有些人如果长期大量喝咖啡，突然停掉可能出现头痛、疲倦、情绪烦躁等戒断反应。不过这些症状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并不会对健康造成持续影响。因此无需过分担心咖啡成瘾，但也不要太依赖咖啡提神，以免身体养成习惯。除此之外，孕妇、哺乳期、妇女、小孩和青少年等特殊族群最好避免或严格限制咖啡因摄取。至于孕妇，由于咖啡因可穿过胎盘而影响胎儿，可能增加流产或胎儿生长迟滞的风险。建议孕期妇女每天咖啡因摄取不超过200毫克甚至更低，最好完全避免。哺乳期妈妈也应谨慎，因为咖啡因能透过乳汁影响婴儿作息。对于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胃溃疡等疾病的人，也应咨询医师后再决定是否适合喝咖啡。选择健康的咖啡种类与冲泡方式，尽量选择品质良好的咖啡豆，自行研磨冲泡，少喝即溶咖啡和商业调配饮料。冲煮时可使用滤纸滤器，减少咖啡中可能升高胆固醇的杂质，如咖啡醇的摄取，这样泡出的咖啡风味纯正，也比较健康。总而言之，咖啡就像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如果遵循科学的饮用方式，咖啡可以是生活中提振精神、预防疾病的小帮手。但若陷入前述那些陷阱，纵使每天只是1-2杯，长年累月也可能对健康造成慢性伤害。所以下次当你端起咖啡杯时，不妨想一想，这杯咖啡对你而言是在养生还是在服毒？答案取决于你怎么喝。让我们聪明饮用咖啡，远离那些夺命陷阱，喝出健康，喝出安心。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咖啡好坏习惯的差别，不妨来看看2位虚构人物的小故事。小 A 今年50岁，从年轻时就爱喝咖啡，但他遵循医生建议，每天早晨喝一杯加入牛奶的拿铁，不空腹喝，白天最多再续杯黑咖啡一次。他平时注意摄取高钙食物，每晚准时就寝，不熬夜，从不在咖啡里加糖或奶精。小 B 也50岁，则是典型的咖啡成瘾者。年轻时为赶工作，日夜靠咖啡提神，一天5-6杯浓咖啡是常态。他忙碌不爱喝牛奶，早饭午饭经常省略或草草了事，渴了也是喝咖啡不喝水。他喜欢甜食，每杯咖啡都加2大匙糖和奶精，晚上加班也离不了咖啡因刺激。20年下来，小 A 和小 B 的健康状况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小 A 近日体检发现骨质密度正常，心血管指标良好，各项代谢数值也在安全范围，他依然精力充沛。日常生活中，咖啡带给他的是精神愉悦含保健辅助。反观小 B， 50岁不到就已经骨质疏松，腰椎骨密度 T 值低于-2.5， 他的血压偏高，医生诊断有骨质疏松和高血压、脂肪肝等问题，需要服药控制。小 B 经常感到疲倦无力，晚上却又失眠多梦，身体状况远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他自己也承认，年轻时的确把咖啡喝错了方式，把健康给透支掉了。这2个极端案例告诉我们，咖啡本身并不会无故伤人，关键在于如何饮用。如果像小 A 那样聪明喝咖啡，咖啡可以成为养生好伙伴，但若像小 B 那样滥用咖啡，那么咖啡就真的可能如毒药般蚕食你的健康。